欢迎回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已经落幕，但世界看到了一个变化了的中国和一个变化了的美国。中美关系的走势引发热议，东升西落一词出现在这2天外媒对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报道中。外媒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官们在阿拉斯加的态度呈现了一个越来越不屈服于美国政府外交压力的中国。深圳卫视记者梳理了近2天外媒对于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报道，境外舆论看待这次对话的角度是什么？从中我们有哪些启示？来看看报道。在彭博社的报道中，美国国务院几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和前任外交官说出了他们对会晤开场白部分的印象：震惊。文章认为，布林肯和沙利文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轻易给中国送了一个重击他们的机会。彭博社评价，这次会议凸显了2种世界观之间的博弈，撼动了全球机构，影响力覆盖半导体、社交媒体等行业。许多外国网民对布林肯等官员的表现不满，并注意到一个细节。看一下双方的肢体语言吧。讲话的时候，中方的人坐姿笔挺，敞开双臂，但布林肯讲话时头低着读稿子。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右翼媒体人迈克尔·切尔诺维奇在推特上转发了会场视频，并附文字称完全压制了美方，不妙啊，朋友们，并将推文置顶。这条推特超过1.7万点赞，6000多转发。英国《卫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到，在2党压力下，拜登正在摸索如何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新关系。CNN 的表述更为直接，拜登政府希望显示出对华强硬立场。一名资深共和党人士指出，布林肯和沙利文很可能知道议员们正盯着他们，后者在对华政策上承受不起让步，必须强硬。事后复盘这场中美交锋时，有美媒将拜登政府在记者面前挑衅中国，以展示强硬形象的做法概括成了精心策划的冒险。华盛顿邮报解读称，仅仅就职2个月，拜登政府就对与美国头号对手们展开浮夸交锋和高调斗争表现出了意外强烈的兴趣。这种戏剧性的交锋会在外交场上造成不可预知乃至混乱的结果。文章描述到，在与中国的首次交锋中，美国新政府冒了一个精心策划过的风险，撕毁了标准的外交安排剧本，在媒体面前公开挑衅中国，意图营造一个对华自信形象。但路透社认为，拜登在一定程度上在拿他的对华态度冒险，借此重建美国国内竞争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认为，美方的各种小技巧、小算计、小动作贯穿整个安克雷奇对话。美国外交官极力想营造出一种根据民主党主导价值观和理念，集结盟友力量，在安克雷奇成功达成压制崛起中国的态势、氛围和印象。但美方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3件事情。第一，外交本质上是一种职业化的技术活，但美方的算计偏离了外交的本质，将某些与国家利益无关的算计和想法放到了更优先的位置。第二，外交的核心逻辑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家间谈判与交互行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纯话语游戏。美方刻意迎合其国内政治及舆论的喜好，企图直接将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抛给中国，只能碰得一鼻子灰。第三，美方惯用的舆论掌控技巧不灵了，高度全球化的社交媒体放大了美方的错误，甚至连美方翻译方面的不足都引发了互联网上的嘲讽，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美方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挑了一个不吃这些伎俩的国家去用，他在做的时候低估了这个国家的承受的能力，误判了他可能做出的反应，高估了自己的所拥有的这种优势，同时在能力上显示出他对于现代这种比较复杂、微妙，甚至可以说是精妙的这种谈判的过程，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掌控的能力，最终导致了就是比较通俗的说，就叫他玩砸了。而在失控以后的表现来看呢，他们在推演的时候没有推演过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所以他后续基本上是没有预案的。另一方面，中方的反击被华盛顿邮报炒作成了战狼外交，但在其他美媒看来，这展现了一个越来越不屈服于美国政府外交压力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战狼外交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那么西方人的心态失衡造成的这样一个印象，那么中国人从来不存在
有战狼外交的这么一个说法，只不过是他们现在呢在东西方中西力量对比，特别中美力量对比关系的改变情况之下他的心态变了，因此呢他观察和认识中美关系呢就戴上了这个有色的眼镜我们是要拒绝这样的一个标签的。美国《纽约时报》刊发资深记者伊恩·约翰逊的观点文章，题为“拜登先生不要再对中国说硬话了”。文章认为，拜登政府没能改变特朗普时期的混乱对华政策，并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做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应当促进两国人文往来恢复正规，包括停止污名化孔子学院和恢复和平队等在华奖学金项目，邀请中方重开休斯敦总领事馆，并善待此前被特朗普政府驱逐出境的中国记者等。文章最后表示，尽管这些都是微小的举动，但对建立中美互信很有意义，能够为解决更加棘手的问题铺设道路。我想将来可能随着疫情的好转，那么中美之间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人员往来，还有这种外交人员的这种沟通，还有这种包括文化交流等等，我相信应该还会逐渐回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雅虎新闻网评论区，也有不少日本网民惊讶于中国的表现。获得最高赞的留言写道：“真是相当直接的交锋，希望日本也能这么直接地表达观点。总是搞窝囊外交的话，这个国家就算一直出钱，也无法赢得国际上的信赖和尊敬，于日本国家利益也无帮助。”英国《泰晤士报》评论指出，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竞争对手，而和中国之间的对峙将对拜登任期内的外交政策起决定性作用。西班牙《先锋报》则指出，除了政治上的针锋相对之外，两个大国在经济和环保领域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这将会迫使他们为双边共处寻找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新模式。很多外媒在描述此次中美对话时提及了东升西落的概念，但有观察就指出，美国的实力其实并未衰落，只是比中国进步得慢，因此中国必须客观冷静地看待双边关系。值得指出的是，火药味固然精彩，但在分歧以外，拜登政府也反复强调，他们准备并愿意在拥有共同利益和关切的领域与中国合作。作为我们中国人，还需要理性的去思考，那么经济实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实力，那么中国的崛体并不是完全的会导致一个东升西降，这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国人呢，既需要自信，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我们中国一贯的一种谦虚。那么只有通过长期的时间的积累，以及我们和外部世界良性的这样一个互动，我们真正的才能说我们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阿拉斯加对话被认为是拜登对华政策的一次试探。对话后，全世界都高度关注中美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在周六举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傅莹和基辛格都做出精彩发言。他们认为，大国应该在大格局里思考，中美两国必须承担历史责任。《纽约时报》则认为，中美已经开启谨慎博弈模式。周六，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不同形式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共话中美关系风云50年。傅莹指出，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剧烈下滑的困难阶段，中方对最近几年美方的错误做法不太理解且无法接受。他强调，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要有以终为始的思考习惯，在大图景内考虑问题，这样才能不被分歧所困，超越分歧，聚焦合作。同时，两国也需要承担起历史责任，冷静客观地面对和解决分歧。傅莹表示，中美已经是一种深度相互依存的关系，全面脱钩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而且今天的中美关系不仅关乎两国利益，更关乎世界。只要能够开始行动，新的局面就会被创造出来。1971年，曾为中美破冰秘密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视频致辞中指出，5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无法比拟，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理解，积极的合作关系很重要。
德国巴伐利亚州经济联合会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将持续增加。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论坛上表示，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 GDP 将超过23000美元，进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群体。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可以在接下来的10年每年实现5%到6%的增长，一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有观察指，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中国发展的态势和规模决定着这场超越很合理。我觉得这个经济成长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如果真的是5%、6%，那绝对是超越美国很多很多了。那我觉得说，不仅是它的量大，而且它的整个 GDP per capita 就是个人的这所得都会很高，那就绝对是一个跟美国可以等齐量而观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体了。中方在刚结束的阿拉斯加对话中向美方当面指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并不必然相互构成威胁，中美双方谁都无法承受冲突对抗的后果。然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却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也称，中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增强，中国的所谓侵略性行动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希克斯的这套说辞是布林肯和沙利文在阿拉斯加的说辞的复读机。实际上，在这位五角大楼二把手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之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日前就指出，美国的军事支出在2019年增长了5.3%，达到732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的38%，是全球最高，相当于全球军费支出第2至第11位国家的军费支出总和。美国军费高企，实际加剧了战争和军事冲突，给世界增添不稳定因素。针对中美关系走向，《纽约时报》发文称，双方正进入谨慎博弈模式。文章提醒拜登政府应该减少对试图拖慢中国发展速度的关注，更多的强调让美国自己跑得更快。因为即使动用行政能力封杀中国企业，仍不意味着美国找到了增强美国竞争力的正确方案。美国首先要做的是停止以价值观威胁中国，停止在香港、台湾和新疆的问题上与中国对着干，并扼杀任何口头上的危机演变成军事冲突的苗头。美国就觉得说，当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新的挑战者的时候，势必会有走向冲突。可是我们也认为是说，这个东西历史都是可以改变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美阿拉斯加会晤之后，有激烈争吵，也有坦诚的建设性沟通。您是如何来看这次会晤？梅西你好，中美高层呢，在好几个月没见面以后，这一见面呢，就是公开的激烈的交锋，这实属罕见。去年6月份呢，中美夏威夷会晤，当时中美关系被看作是深度恶化状态，两国外交高官呢见面也没有出现公开的争吵。而这一次呢，在礼节性的这个外交会议开幕致辞之中，这个美国呢是率先违规，直接攻击中国，那么就引发了中美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给世界呢一种不怎么好的影响，也担心呢这个中美关系就此步入冰河时代。对于这次会晤呢，我有3点感受：一是虽然美国率先违反外交礼仪，引发中美交锋，但后续的对话呢是严肃的。按照中方的说法呢，是中美之间的沟通是坦率且具有建设性，是有益的。美方呢也说，中美在一系列的议题上有强硬而且直截了当的对话。那么一些美国人士呢还认为，中美会谈没有对外公开的那部分，实际上呢进行的要比公众所看到的要更好。那么最起码呢，这个双方呢都把各自的诉求和主张全部亮出来了。二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形成，还在试探之中。号称对亚洲事务很懂行的布林肯和沙利文，其实人在邯郸学步，外交套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呢实际上没有两样。去年6月份，蓬佩奥和杨洁篪呢在夏威夷会谈以前，这个美国呢先拿出7大工业国对香港国安法的批评。那会谈期间呢，美国总统就签署了制裁令，
来干预中国的新疆事务。这一次呀，如同一辙，先是呢这个推出接切的说三道四，接着呢会谈开始前呢突然祭出制裁，干扰香港事务。所以呢，这个世界呀没看到这个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手法有什么新意，不过呢是特朗普政府的翻版。他们呢在这个外交礼节上的碰瓷行为呢，给人留下了很多的解读空间。说白了呢，就是不自信，对华政策呢心中无数。就像王毅外长所批评的，这个美国呢要改一改过去几年对中国无理打压的这个老毛病了。海外媒体的一种解读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个美国的外交官这样做呢，是给国内看的，以表明呢这个拜登政府对华强硬。美国媒体呢虽然说布林肯和沙利文比蓬佩奥更专业，更注重外交礼仪和文明风范，但是呢，阿拉斯加的重要演出呢几乎是演砸了。锋明呢基于显示强硬的姿态，自然呢也就显得张皇失措。布林肯所说的赌美国人输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赌注，恰恰就说明呢他才给中美会谈加注了赌博的成分，把自己呢给赌上了。最后呀，不得不靠拜登出面来加持，说他呢对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言行呢感到自豪。三是美国呢正从特朗普的否定主义和孤立主义中走出来，但是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中美对抗甚至脱钩呢，都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但是呢，如何建立新的模式，中国呢提出了明确的路径，也就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是美国呢，对如何面对这个中国呀，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成功替代美国民主制度的榜样呢，不知道如何面对，还在探路，还在沿用这个特朗普的简单粗暴。但是呢，除了政治上的针锋相对以外，两个大国在经济和环保领域呢，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这呢将会促使中美啊继续磨合，在争锋中加深了解，共同寻找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新的模式。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中美今后呢还有很多的争论，甚至有对抗，但是呢，双方呢还是能够管控分歧的，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线路。那么这条路呢是挺漫长的，拜登4年任期结束前呢，有个框架或者是雏形就很不错。英国首相约翰逊呢与4个香港 BNO 持有者家庭进行视频通话，说英国全国都感到高兴和自豪。您是如何看？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首先呢要知道呀，这次视频通话的一个背景。英国脱欧以后呢，这个英国的经济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了很多的负担。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对英国呢不再紧密，就像离婚的家庭一样的，英国很多在这个欧盟里的优势呢都不存在了。最近呢还因为这个边境和疫苗问题与欧盟闹别扭，于是呢英国人呢在香港人身上打起了算盘，期望港人呢以 BNO 身份呢到英国来填补英国的经济漏洞。但是呢，由于疫情和英国的就业机会并不很多，加上呢已经逃往这个英国的一些港人呢过得也并不好，去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这钱花完了也不知道该咋办。那么用港人来填补英国经济漏洞这一招呢似乎是不灵的，于是呢英国又开始想到了中国。前2天呢，英国政府泄露了一份政策文件，其中呢就提到英国呢要降低欧洲的人权标准，要与中国等各种国家呢进行合作，通过双边关系来取得经济利益。这下好了，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呢是一致的批评。那么只有前财相奥斯本说呀，这个约翰逊终于做对了一件事。奥斯本呢是中英黄金时代的这个操盘手，那么为了这个应对国内的批评，这个约翰逊呢假惺惺的对4个香港 BNO 持有者家庭通话，以表明呢英国对人权问题对香港人呢还是做了不少事，这个全国呢都感到自豪。这实际上呢是典型的英国式虚伪，要是不怕移民呢，他就不会退欧的。他呢不过是用这个与港人通话呢来转移国内的批评，而那4个香港 BNO 持有者家庭呢就再一次的当了英国的工具。我想啊，这个香港人呢也是心知肚明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美印防长联合记者会开启互夸模式，但有2处尴尬场景。印度防长拒绝公开回应涉华议题，美国防长拒绝承诺豁免对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的制裁。美国显然容不下准盟友花50亿美元买俄罗斯 S-400，印度骑虎难下，有意的小船会否说翻就翻？美国称印度是印太堡垒，印度防长竟然点头表示满意。甘当美国堡垒，还怎么实现莫迪的大国梦？程晓禾、吴畏深入分析。再来关注美国防长奥斯汀的印度之行。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后，奥斯汀与印度防长辛格会面，就加强两国的军事接触和讯息共享进行了讨论。不过，在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问题上，双方显然存在巨大分歧。一旦 S-400按时交付，美国是否会对印度实施制裁？奥斯汀的回应耐人寻味。当地时间周六，印度防长辛格与到访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双方就军事合作、情报共享、后勤支持等举行了全面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印度军方与美军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之间的合作。I am happy to inform that we had a comprehensive and fruitful discussion with Secretary Austin and his delegation. We are keen to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India-US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奥斯汀表示，美国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并将印度形容为美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支柱。And I reaffirmed our commitment to a comprehensive and forward-looking defense partnership with India as a central pillar of our approach to the region. 印度媒体报道称，中国议题是美印防长会谈的焦点之一。奥斯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但美国会与印度、澳洲和日本一起在印太地区合作，确保维持所谓航行自由，并使印太地区维持自由与开放。为彰显亲密关系，奥斯汀不仅将印度称为盟友、伙伴，还将美印关系定义为印太地区的堡垒。他把奥巴马的亚太战略升级为印太战略，所以的话呢，印度它的重要性在拜登时期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这么一个地位。美国和印度是占领我们说这个区域的东西两角，日本和澳大利亚是中间的这两个支柱。实际上，自莫迪上任以来，美印关系得到飞跃性发展。美国已经与印度签署了4项基础军事协议，包括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一般性军事信息安全协议、通讯兼容性和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这4项军事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美印之间达成了准军事盟友关系。在过去10年里，美国对印度军售直追俄罗斯，向印度出售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大型运输机、远程反潜舰和武装直升机等。2016年，美国宣布印度是其主要的防务伙伴，为向印方销售更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开辟了道路。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奥斯汀在访问期间就印度采购30架 MQ-1捕食者无人机以及超过150架飞机的大订单进行讨论。除了向印度推销美国武器外，奥斯汀另一项重要任务还包括说服印度放弃引进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2018年10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价值50亿美元的 S-400防空系统协议。印度也成为继中国和土耳其之后第3个购买该系统的国家。按照计划，俄方将于今年9月至10月开始向印方交付首批 S-400。对于印度而言， S-400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印度空军防空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俄罗斯、以色列，绝大多数都是过时武器。由于 S-400有向下集成的强大功能，利用其先进指挥系统，印度军方能够把同系列的 S-125和 S-300等纳入统一指挥和调度，以增加这些过时式防空武器的战力。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购买新防空导弹，也避免过时武器的闲置，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印度引进 S-400防空系统却触痛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印方此举意味着未来印度仍将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这无疑令美国非常不满。自2018年以来，虽然印度政府一直尝试获得
的美方豁免，但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出制裁威胁，并向印方提议使用美方提供的防空系统。美国一再警告印度，继续执行 S-400合同将使印度面临制裁的风险。最好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因为强行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美国直接取消了土耳其的 F-35合作生产国地位，并且拒绝退还土耳其此前支付的9亿美元研发经费。目前土耳其正在为起诉美国撕毁合约做打官司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向印度兜售爱国者及萨德系统，但这2个导弹防御系统实在比 S-400贵很多，也不能与印度既有的防空系统兼容，这让印度望而却步。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了，实际上也给予总统的一种权利，也就是可以豁免印度这个从俄罗斯进口军品所应遭受的这么一个制裁。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美国还会继续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个方面采取，无论从法律方面、从外交方面，还是从战略方面呢，他会向印度施加压力，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军品依赖。另一个方面的话呢，这个美国他自己在这个印度的军品市场当中也会开疆拓土，给自己的产品呢找寻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市场。根据美国国务院2017年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任何从俄罗斯国防部门购买武器的国家都可能受到制裁。值得注意的是，在奥斯汀访问印度期间，明确重申了美方反对印方引入 S-400的态度。但至于是否会因此制裁印度，奥斯汀的回应耐人寻味。There's been no delivery of an S-400 system, and so that conversation, the issue of sanctions is not one that's been discussed. But we did address with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the issue of the S-400. So is sanctions on the table? Again, they have not acquired an S-400 system yet, so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for sanctions to be on the table. 有分析指出，美国发出的威胁具备一定可信度，但考虑到未来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制裁能否落到实处仍有待观察。从印度角度而言，在美国巨大压力下，仍不断推动 S-400的交易，也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方面，印度确实希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与印度接轨，以彰显其大国地位，实现其所谓大国抱负。但美国此前对盟友和伙伴频频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也让印度感到十分不安。另一方面，印度一直试图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外交，不愿让自己的防务和安全牢牢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近年来，印度大有倒向美国之势，疯狂购买美国武器，不但造成地区局势紧张，还对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造成打击，导致俄印关系面临挑战。因此，外界预计对印度而言，选边站并不可行，继续在大国间搞平衡外交依然是首选。据印度媒体报道，目前印度已按照合同向俄罗斯支付高额定金，正在拟定后续付款机制，以便绕开美国制裁。对印度来说，俄罗斯是印度的一个老朋友，两个国家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矛盾和分歧。而且的话呢，这个双方无论在战略上也好，无论在经济方面也好，无论在军事方面也好，有很多的共同诉求。所以我认为印度仍然会继续保持与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防长奥斯汀近期访问印度，大谈美印关系是所谓印太地区的堡垒，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奥斯汀与布林肯在韩国相互道别，一个去了新德里，一个去了阿拉斯加，他们都肩负着拜登政府与东方2大发展中国家见第一面的重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当中美战略对话陷入令人头晕目眩的状态时，奥斯汀见到了印度的莫迪。瞧，在美国人自己看来，奥斯汀与布林肯的兵分两路，实际上仍然是一盘棋。但据我观察，奥斯汀此次印度之行，那才叫真正的务虚会。奥斯汀周6在会见印度防长辛格时唱了高调，他说，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支柱。美国防长此话不假，英语单词 theater 有战区之意，也可翻译为剧院。若印度不买账，印太战区这个舞台可就缺了一角，支棱不起来。辛格接过话茬说，要确保两国的军事合作成为21世纪的重要伙伴关系之一。
印度防长有所保留，在印度人看来，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的确是有战略价值的，但也仅仅是之一。辛格藏在肚子里的大实话是，俄罗斯同样也是印度的重要伙伴。奥斯汀将美印关系比喻为印太地区的堡垒，这完全折射了美国拜登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手段与目标，那就是通过与地区盟友的军事合作，构筑起一道遏制中国崛起的堡垒群。奥斯汀与辛格谈到了中印边境地区的摩擦，在奥斯汀的这个话术里啊，中国是以所谓侵略者的形象出现的，这其实就是在给印度鼓劲。美国主动献殷勤，印度却守住了战略定力，没有上当。在之后发布的这个美印防长声明中啊，只字不提中国。如果将美国倡导的这个所谓的印太小北约比作为一辆战车，那么印度会买票上车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莫迪所领导的印度正处于一只手抓住了车的门把手，脚还站在地上的暧昧状态。莫迪在犹豫吗？未必如此。我甚至认为，他就想一直保持这样的暧昧状态。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希望成为地区性霸主的独立战略思考，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些绕不开的结构性矛盾，让莫迪始终无法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交心。另一方面呢，奥斯汀在会谈中明确提及了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防空系统的事情。那么，这会是一道导火索，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点燃美印关系吗？奥斯汀其实说的已经十分直白了。他说，美国的盟友应该避免使用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以免遭到制裁。但他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 S-400系统尚未交付印度，所以会谈时我们没有谈及制裁的问题。将军出身的奥斯汀啊，他的外交辞令造诣还是有点基础的。这是一句绵里藏针的话，翻译一下就是美国保留对印度发起制裁的权利。这叫什么话嘛？印度买 S-400的钱早就付了，如果没有新的变数，这些装备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交付。奥斯汀一脚把球踢到了莫迪那，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是的。S-400防空系统的采购问题，的确是我刚才所谈到的美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它的本质是印度对俄罗斯军备采购的依赖性问题。我先说结论，无论美国高兴不高兴，制裁不制裁，印度都会硬着头皮继续采购俄罗斯军备。答案其实就在印度的国防军事力量构成里。印度陆军以 T-72M1、T-90坦克为主。印度空军以苏30 MKI 战斗机为中坚力量，印度海军的驱护舰队大多流淌着俄罗斯血液，就连他们目前唯一的航母威克拉玛蒂亚号都是由俄制的基辅级航母改装而来。换句话说，印度陆海空三军的核心技术兵器基本由俄制装备构成。若要听了美国人的谗言，断了这条对俄采购的路，那么印军的日常战备都会受到动摇。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外军购有点像吸毒，买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一辆坦克、一架战机的全寿命周期，大部分的钱其实都花在了后续零备件的采购与日常的保养中。要想成功戒毒，就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起自主国防建设的底气。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目前印度的短板之一。目前，印度的国土防空主要依赖于空军的这个战斗机部队，大部分的防空导弹都属于相对落后的二代装备。在印度军方的眼里啊，新德里的天空处处是漏洞，所以反过来说，印度向俄罗斯采购 S-400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换言之，如果美国在 S-400的问题上与印度纠缠不清，那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捡了芝麻丢西瓜。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六，丹东法院闭门审理了被控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夫案。另外一名被控参与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将在下周一在北京出庭。加拿大外交人员对不能参加庭审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不会安排旁听人员。
被控在中国境内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福，周六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审理持续大约2个小时。法庭并未当庭作出裁决。法院方面此前公示，因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因此依法作出不公开审判的决定。另一名涉嫌间谍犯罪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将于下周1在北京出庭。斯帕福和康明凯两人于去年6月被正式起诉。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斯帕福是一家文化交流公司的负责人，业务包括推广前往朝鲜的旅游和投资；而康明凯则是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高级顾问，也是一名前加拿大外交官。两人都于2018年底因涉嫌间谍犯罪被捕。由于两人的英文名字当中都有迈克尔，因此外界也将其称为“两个迈克尔案”。西方一直企图借2个迈克尔案干涉中方的司法独立。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时，西方政客和舆论多次无理要求中方放人。当中方开始审判他们时，西方政客又称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事实上，间谍罪在全球各国秘密审理是惯例。周5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再次作出澄清。鉴于该案件涉及中国国家秘密，所以不允许任何人旁听，也不会公开审理。关于你所提到的领事探视的问题，在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的前提下，中方主管部门将继续根据疫情形势，依法处理有关加拿大公民的领事探视问题。因为这个在全球的惯例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审判。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加拿大炒作呢其实就是无理取闹啊，他其实就是没事找事。因为这个最近也是孟晚舟出庭的时间啊，所以说他这个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也是对华施加压力啊，并且呢，他也借此呢向美国呀向其他国家进行游说啊，争取这个尤其是美国对他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5在记者会上将2个迈克尔的犯罪行为狡辩成中方试图破坏与西方的关系，加方还一直要求美方对华施压，要求中方放人。此前特鲁多多次求助特朗普，在拜登上台后，特鲁多又在和拜登的通话中要求拜登在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时谈及此事，甚至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阿拉斯加举行之前，加方还在要求将2个迈克尔案作为中美对话的议题之一。然而美方显然都是已读不回。加拿大的议题啊，或者加拿大的2个特务的问题，根本就不会上到美国的议事日程范围内。如果有那么一天啊，那也是美国拿加拿大继续当枪使啊，但是它不会反过来成为加拿大的枪。美国现在这个在跟中国进行对话啊，这个已经结束了啊，就是说被中国反将一军啊，这个弄得他也灰头土脸。他就更没有心思去提这个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周4，美国驻加拿大临时代办布鲁克发表声明，对中国依法处理加公民康明凯·斯帕福案妄加评论。中国驻加使馆周日对此强调，康明凯·斯帕福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被依法逮捕和起诉。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独立办案，充分保障2人包括领事、探视在内各项合法权利。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自去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的落地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在这个过程中呢，纪律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播港澳台从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守护香港”，探访香港6大纪律部队。第一期呢，来听一听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讲述入境事务处如何落实爱國者治港，加強執法與服務並重的故事。海關嘅使命係保護香港人民。就係因為我哋做呢份工，所以我嘅責任係要對付傷害香港同埋香港市民嘅罪犯。作為處長咧，帶領住一個超過9000個同事嘅一個部門咧，咁啊責任梗係重大㗎啦嚇。都希望咧就係訓練多啲嘅同事嚇，咁啊等佢哋都可以累積多啲嘅經驗同埋能力，咁啊令到部門
可以有一個嘅承傳，一個我哋以人為本嘅一個服務精神。咁啊，亦都係為咗我哋嘅國家同埋香港係守住我哋嘅南大門，係做好我哋嘅出入境嘅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1988年加入入境事务处，2018年晋升为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2019年晋升为副处长，2020年7月获中央任命为入境事务处处长，3年晋升3级，背后离不开他30多年在入境事务处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香港特区政府6大纪律部队之一，入境事务处负有维護國家和特區安全的職責，堅守國家向國際嘅南大門。咁亦都係對外部嘅勢力破壞國家安全嘅行為咧，咁我係絕不姑息嘅嚇。咁啊，入境處會繼續配合國安公署同埋國安委員會嘅工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呢一個責任。作为入境事务处的处长，欧家宏同时也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欧家宏表示，要确保入境事务处忠诚的执行任务，必须从人员招聘开始，就要严选奉公守法、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擁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愛國愛港人士加入隊伍。咁我自己咧要求咧入到嚟我哋部門工作嘅同事咧，就有一個忠誠、擔當。有一個大局意識，同埋有一個管理嘅能力嘅一個嘅呢個要求嚇。咁就我喺招聘嗰度咧，亦都要求我啲同事咧係加入咗一啲咧除咗香港嘅社會時事啦，仲有一啲國家發展嘅一啲嘅有關嘅題目。咁啊，希望咧就係了解下咧，就係嗰個投考嘅人士咧，就係咪對香港甚至乎國家咧係有一啲嘅認識啊？咁我哋務求咧就係可以得到我哋聘用嘅人士咧係有一個高度嘅誠信同埋操守，同埋一個正確嘅國家嘅觀念嘅。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作為入境處職員系統訓練中心的入境事務學院便把香港國安法定為學員的必修課程。入境事務處也在招聘、培訓及管理這3方面，來強化9000多名人員的國民意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